小子见过太太。你就是陈承宗的儿子，好个风流俊俏的小郎君，真正是一表人才，和气又知礼，叫人好生喜爱。你可曾定亲？禀太太，还不曾定亲。不曾定亲，我还缺个跑腿。你若是愿意，可留在我身边。当然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刘管家知道他婆娘这么妩媚放荡吗？莫非有意试探我？凭这点伎俩，还动摇不了我？禀太太，我此番来寻刘老爷，乃是因为家父在天牢那边的差事早已被人顶替，如今我想进天牢当差，只能厚眼求到刘老爷和太太跟前，还望刘管事和太太看在家父的面上，能拉拨一把。我当什么事呢？你想继承你父亲的差事，对吧？正是。天牢差役属于谏业，你大好儿郎，想好了吗？我已成年，不能再让长姐替我操心了。世道艰难，天牢的空室虽说是谏业，却也能安身立命，强过终日浑噩过日子。你倒是想得明白，此事我会转告我家老爷。不过你真的考虑留在我身边，这差事可比天牢好得多呢。好个浪荡娘们儿，若是我定力不够，真会着了他的道，届时把柄捏在他的手上，只能攻其驱使了。太太乃是高贵之人，我不过一平头百姓，若是留在太太身边，只怕会让那些贵太太借此调侃太太。你倒是有自知之明罢了。天牢的差事我会禀明我家老爷，你且回去等消息即可。麻烦太太替我操心，小子告辞。我已觉醒前世宿慧，又侥幸融合长生道果，长生不老。但在这个以武为尊的大夏王朝，普通人命不由己，唯有习武才有机会保住小命。天牢里不乏武道高手，若能天牢当差，习武之事便有了着落。我既已长生，自然要稳健行事，只要不死，我终将无敌世间。太太，这是陈官楼送来的礼单，你请过目。10两银子，他倒是舍得。太太要帮他吗？怎么着？你看上他了？乔太太说的，那么俊的郎君，谁不喜欢？不过奴婢倒不是看中他的外貌，而是难得陈氏一族还有人愿意上进，不嫌弃天牢乃是谏业。太太莫非是嫌他不识趣？秀娟，以往可曾有人抵挡本太太的攻伐？不曾有过，那些人个个仿佛色中恶坠，不堪入目。唯独陈官堂例外，偏偏就是他面对本太太的攻伐不为所动。此子将来必非池中之物，你说我该不该帮他？既然收了他的礼，总该让老爷知道此事。有礼，收钱办事是老爷的规矩，只不过10两少了些，此事还是等老爷回来后再说吧。老爷今儿回来的挺晚。府中那些个嘴碎烂心肠的婆子，整日里偷懒耍滑，胡说八道，传到了大哥的耳中，大老爷也知道了，发了好大一动脾气。我忙着安抚大老爷，又将那帮碎嘴子婆娘给发卖了，就耽误了时间。侯府可是积善之家，怎舍得发卖下人？不怕有损名声吗？大老爷动了真怒，谁都劝不动。积善之家也只是说说而已。老爷，今儿我这儿也有件事。什么事？陈承宗，老爷还记得吗？就是那个在天牢当差，脑子有点愚钝的。他死了好些年吧？他有个儿子，一转眼已经长大了，叫陈官楼。今儿登门提着风干鸭、风干鸡酱肉，还包了1封银子，也算有诚意，说是想进天牢当差，替他父亲的位置。奈何他父亲的位置早就被人占了。老爷，你说这事儿要不要帮？这个陈官楼如何？陈家里面少有的有上进心的人，不过他家和平江侯虽是同宗，但早就出了5房。要我说，干脆就不帮。帮了他，老爷又得不到丝毫好处。帮他也不是不成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。可是侯府那边总得打声招呼吧？我不乐意上二少奶奶那里奉承，只收了区区10两银子的礼，还累得我跑一趟，亏大了。你都说陈官楼是陈家少有上进的人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，帮就帮了。在天牢当差能有什么出息？这可就难说了。万一哪天谁落了难关，在了天牢，有他在里面，好歹有个照应。呸呸呸！
侯府富贵百年，你可别胡说八道。娘子说的对，就辛苦娘子往二少奶奶跟前走一趟，将此事报知二少奶。我们帮了陈家子弟，总得让侯府记住我们的好。哼，罢了，就依着你。原来是秀娟姑娘，可是刘管家和太太那边有了回应。太太差遣我来告知你，天牢的差事已经办妥了，你明儿个去天牢报到即可。多谢秀娟姑娘，还请替我向刘管家和太太道谢。太太说了，你是陈家鲜少的上进之人，这礼就免了。若是日后有成，你念着太太的好便是了。太太的好，我自然是牢记在心。见过许御史。我和你爹是手足兄弟，叫我许叔就好。许叔，你的事我听说了。当初你要顶你父亲的差，我是有心帮忙，奈何人微言轻，你爹留下的位置早就被人占了，我也是有心无力啊。好在你有门路，自己就搞定了。多谢许叔惦记。如今小子囊中羞涩，等小子领了俸禄，再请许叔到冠美楼吃酒。哪要你请，到时候许叔请你。以后你就在丙字牢当差，负责巡视。你就跟大头卢大头过来，以后就跟着我当差。我听大头哥的，有什么事儿，大头哥尽管吩咐。我先带你巡一遍。丙母号房关押的都是汪洋大盗、江湖败类，还有一些武道高手，你可得精神点啊！多谢大头哥提点。其次是看有没有阴谋闹事的，丙子号关押的人都不太安分，要当心他们内外串通消息，一定不能大意。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时分辨死活。敢问大头哥，怎么分辨死活？你看他是死是活？我实在分辨不出，请大头哥教我。哎，起来了！瞧见了吧，这就是活。天牢里面虽说死人很正常，但不能不明不白的死，得先让上官知道这个人快死了，懂了吗？多谢大头哥指点，小弟懂了。上报犯人要死了，这就叫尽职，救不救、医不医，由上官决定。哪天人真的死了，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，大家都好交差。别的倒也罢了，最里面的那一间，记住了，每天都要仔细查看，不可懈怠。若是出了事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。什么样罪大恶极的人物，被关押在这暗无天日的天牢肉深处？这里面关押的是什么人啊？一个武道高手，实力深不可测，你少跟他接触。小哥，何事？帮个忙，搞点酒菜来吃，我给钱。哼，小哥等等，需要什么条件，尽管开口。这么多狱卒，为何找我？其他人太黑了，一壶酒要老子10两银子，一只烧鸡竟然开价20两。老子是有钱，却不甘心被那帮黑心老油头当牛羊宰杀。只要小哥要价便宜点，我绝无二话。我不要钱。小哥，你想要什么？但说无妨。我想习武。我观小哥体魄似乎没有武脉，在天牢当差，没点防身的本事，总归不太安心。我这里倒是有一门外练功夫，名叫天雷功，最适合没有武脉的普通人。只是这门功夫有个极大的缺陷。什么缺陷？天雷功。学习这门功夫需燃烧气血，有损寿元。练到第1层会损伤1个月寿元，练到第5层就要是炼至9层，至少损伤5年寿元。
因此修炼的人少。但这门功夫的确适合没有五脉之人练习。损害寿元，别人怕，我不怕呀。我有长生道果，别说区5年，就算10年、100年也损得起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功法？不瞒小哥，其他功夫都要配合内功心法方有成效。可是小哥没有五脉，无法修炼内功心法。你先将天雷功交给我，改日我自会给你送上酒菜。小哥想清楚了，有损寿元。少废话。原来如此，先练一会儿试试。练功时似乎感受不到时间流逝啊，都晚上了。不过这天雷功应当是入了门，今晚巡视再去看看罗敬天。烧鸡没有，卤肉将就着吃吧。他奶奶的，多久没喝过酒了？那帮黑心烂肠子的狱卒没个好东西，还是陈小哥你人好。不过这卤肉的味道不像是我说的那家的手艺。酒肉顺路在街边小店买的。陈小哥放心，我知道规矩，我不让你带话，这事儿犯忌讳。天雷功多长时间能入门？多长时间能炼至1层？一般人想要入门，至少得7、8天，资质差一点，10天半月也是有的。我只用了3个时辰就已入门，这等速度，也算是练武的奇才了。偏偏没有五脉，不能修炼内功心法。不行，必须亲自试试才知道。有无内功心法？陈小哥，我知道你心有不甘，有无数普通人和你一样，不甘心只做一个拳脚师傅，试图突破五脉的限制，修炼内功心法。可是无一例外，全都失败了。严重者强行修炼，最终爆体而亡。内功心法我有，可是我要给了你，就是害了你啊！强行修炼乃是取死之道，这是无数前辈用斑斑血髓总结出来的教训，不能不听。你的意思是有损寿元？若只是有损寿元，那就何止是有损寿元，分明是拿命换功法，有命换没命相。只有拥有五脉者，方能修炼内功心法，增长寿数，这是亘古不变的事实。陈小哥，我知道你不甘，但我还是要说，放弃吧。你不用劝我，我自有主张。你只管将内功心法交给我。我都把道理说明白了，这陈小哥不听劝啊，这是取死之道啊！罢了，便将天禅宝功传给他吧。此为天禅宝功，你若是修炼之时察觉不对劲儿，需立即停下，不然恐有性命之危。我自有计较，多谢了。看来，普通人没有五脉，的确不能修炼内功心法。幸好我有长生道果，不惧损伤寿元。现在，我修炼了天禅宝功，应该算是踏上武道之路了。安静，太安静了。他妈的，出事了！嘘，帮我一回，日后必有回报。鬼域门劫狱，真是好胆。恭迎堂主。万万没想到，这区区江湖贼寇，竟是鬼域门堂主。我若是毫发无伤的出去，必定被人怀疑。出去了，也是死路一条，必须要做点伪装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坐。忙活了，别忙活了。你受了伤，哪能让你一个商人操持？我自己来。唉，狱中出事，蒋玉军没了。没了。哼，
对外的说辞是喝多了酒掉进了河里淹死了，你信吗？死了太多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上面对劫狱一事到底如何处置？上面拿蒋狱长顶了挂，接下来的事儿就不是我们有资格参与的。刑部那边的头头脑脑们有的忙，就是不知道这次下去几个人，又爬上来几个人。我们都是小人物，性命没办法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你在牢中行事，需多一分心眼儿，不然稀里糊涂沦为大人物博弈的牺牲品，那就倒大霉了。多谢大头哥提醒。你倒是厚道人，听说这次死在狱中的同僚，你都送了一份礼。毕竟同僚一场，能帮就帮。我算是知道了，你是真厚道，不像其他人，同僚这么多年，人死了不露面就算了，连一份道仪都没有，真是令人寒心。哪天我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指望那帮王八蛋，还得靠老弟你替我张罗一二。呸呸呸！大家都长命百岁。行，我不提生死。好兄弟，以后有好事儿，绝对忘不了你。我先走了。大头哥说的没错，小人物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，连蒋狱长都沦为了大人物博弈的牺牲品。我以后要多留几个心眼儿，还要抓紧时间练武。只有活着，才有未来。罗老哥，你的案子怎么样了？有劳陈小哥挂念，案子判下来了，明日斩首，家属流放西北。你不是在外面找了人帮你跑关系吗？之前看你一点也不慌，我还以为你有把握。如今判了，你什么打算？马上就要死的人，哪有什么打算？唯独放心不下我的家人，也不知能不能活着达到西北。陈小哥，你能不能帮我？我一个小小的狱快，自身难保，怎么帮你？城外20里杨守村田庄桂花树下，我埋了东西，只求你保我家人平安离开京城境界。里面的东西全是你的，你不是想学武吗？高深的武学还有银子都有，都有。你为什么担心你家人走不出京城？你之前花钱请人在外面帮你活动，人呢？他们，帮你的人就是害你的人。我不求你替我报仇，只求你帮我护送我的家人走出京城。桂花树下有一本神秘功法，是我意外得到的，至今我还没能窥探其中奥秘，无法入门。这本功法据说害死了不下100人，我没骗你，真没骗你。罗敬天没有骗我，他真的埋了东西。先回家再看看里面是什么。这些估摸着价值得有2000两。升天录，这就是罗敬天说的高深武学。为了他，还死了上百号人。光看着名字，有点修仙秘籍的味道。难不成这还是个隐藏的修仙世界？里面的文字过于晦涩难懂，这等秘籍若是理解错了其中含义，贸然修炼恐有走火入魔的危险。我得挑个时间去找有学问的人请教才行。既然罗敬天没有骗我，我答应他帮他护送家人出城时，也该去做了。算了，送佛送到西，找个打行的高手护送到西北。就你一个？娄老板放心，这是我们打行最顶尖的高手。万一对方人……好快的剑！他是极品武者。2品，不是说3品吗？娄老板有所不知，你给的价钱就只有2品。我请你们把那些人护送到西北，一个2品武者，我怕不够，再来几个1品吧。这个娄老板或许不太了解行情，如果2品武者决不了的事情，1品武者更没办法。行，娄老板放心，这一趟保证没问题。你以后有需要再来找我，我给你打折，打个95折。
小子见过夫子。楼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向您请教一些学问。升天录中的文字过于晦涩，需向夫子请教一番，方可开始修炼，否则走火入魔是十有八九的事。听说你顶替父职去了天牢当差，本以为你从此从事剑业，忘了学问。如今你肯来请教，老夫很高兴。学海无涯，你身在天牢还不忘学习，甚好。将来有机会，还是要尽早跳出天牢这个坑，莫要蹉跎了。多谢夫子教诲，我家的情况夫子也清楚。为了讨口饭吃，天牢也挺好的。你呀你，当年读书要是肯多用点功，未必不能考取功名。你要赚钱，大可以去找个商行做事，犯不着去天牢。商行讨生活，在世人眼中也是贱业。同是贱业，天牢少了许多麻烦，没那么多人情世故。相对而言，还是天牢好些。我知道夫子关心我，只是我如今已经进了天牢，一天是狱卒，就要当好一天的差。至于将来的事情，将来再说。罢了，人各有志。你方才说要请教学问，不知请教什么？这些字句我看不太懂，烦请夫子替我解惑。你且坐下，我替你解惑。多谢夫子。我将升天录的语句拆分开来，分开向不同的夫子请教。照这样下去，半个月应该就能开始修炼升天录了。我已经完全明白升天录这门武学了，终于可以开始修炼了。太虚辽阔，命归真宗，手无挚友，报一贵重，升天之道，与道同穷。成了。升天录这门功法修炼起来，与天蚕宝功这种武道内功心法有很大的不一样。难不成它真的是修仙功法，能够飞升成仙？算了，不要好高骛远，立足当下，稳健行事，提升实力才是王道。该巡视天牢了。天牢里个个都是人才，说话又好听，确实是个好去处。最关键的是还有武道传承，说不定还能捞2门强大功法。楼哥，有吃的吗？我只负责巡视的，想吃就得找打饭的。打饭的特么的太心黑，一碗粥都敢开口要5两银子，不给就给我吃潲水稀饭。我有钱，可我不想当冤大头。这个天牢的规矩由不得你。一天2顿，一顿30两银子，一天就是60两，10天就要600两，100天就是6000两。我这双腿被打折了，若要换药还要另外给钱，这和抢钱有什么区别？我挣点钱容易吗？楼哥，要不你帮帮我吧？我知道你收费比别人便宜，反正都是给钱，与其让那帮黑心的烂反意赚，不如让你赚。哼，你看我像是要钱的人吗？楼哥，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，我只求一口吃的。你是江洋大盗，一身武艺，我要你的独门秘诀，你愿意给吗？你没有五脉，有没有五脉是我的事，你就说愿不愿意吧，你自己考虑。我厚道提醒一句，就算我能帮你，也很有限，你大可将我的话当作玩笑。我愿意交易，给了秘籍就不用给钱。你宁愿舍弃秘籍，都不愿意给钱。我也不瞒你，别看我作案多起，好似搞了很多钱，但是像我这样的人，通常钱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根本没什么积蓄。那帮狱卒恨不得榨干了我，就算我有金山银山，也遭不住他们的盘剥。楼哥，你是厚道人，你肯定不会像他们那样。不后悔吗？人死鸟朝天，不死万万年，我就赌一把，赌楼哥们是个有原则的人。我不可能天天给你送吃的，最多8天10天送一回，期间还要靠你自己应付其他狱卒。你也愿意？行，你有诚意，我也会尽量关照。你的独家秘籍是什么？你认为像我这样的大盗靠什么行走这江湖？溜门撬锁。溜门撬锁那是小贼，像我这样的大盗大贼靠的是千变万化，扮鬼像鬼，扮人像人。你是说易容术？陈小哥有见识，就是易容术。不过我这门易容术有些特别，靠的不是外物，而是受了伤，今不如妻，
你就靠易容术偷盗？别人都骂我们是梁上君子，然而我从不做梁上君子，我都是大大方方从大门头走进施主家。你去公主府偷盗也是走大门？我扮作公主府的采购管事，大大方方从侧门进入。可你千变万化，不还是被抓了？那是我运气不好，碰见了正主，被人当场拆穿。你这门秘籍叫什么名字？就叫千变万化。若是楼哥哥能习得内功心法，方知妙用无穷。行，我就要你这门千变万化。楼哥，以后全靠你关照我了。放心，我会按照天牢规矩和你我的约定行事，不会亏了你。多谢楼哥。许叔，大头哥，小楼啊，有人反映你不守规矩，不仅给犯人带吃带喝的，还爱帮忙往外传递消息。靠，有小人告状，我在天牢当差没多久，就挨了某些人的眼，在背后打我小报告。可有此事？许叔，你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肯定清楚。说我给犯人带吃带喝，我不否认，大牢里面所有人都这么干。说我往外传递消息，我是死也不认。可是这个消息已经传了出来，你作何解释？许叔，你可有对头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许叔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狱卒，入不了别人的眼，生死恐怕都无人在意。可是我是您的人，我若是犯了事，你的对头便可以借此来攻击你。我现在身为狱吏子，蒋玉成没了，位置就空出来了，其他几个狱吏也都盯着这个位置，想要升任狱丞。小楼，你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。许叔明鉴，我各尽职守，也知晓天牢的规矩，绝对不会做出串通内外的事情。我当然信你做不出串通内外的事情，但是劫狱那晚你是唯一的活口，难免有人私下里唧唧歪歪。这回的事情摆明了有人要搞你，最近你最好低调些，不要硬出头，有什么事及时告诉我，不要擅作主张。多谢许叔，我一定谨记许叔的教诲。如此甚好，好好当差吧。他们非要冤枉你，我肯定不答应。要我说，肯定是张万通那个杂碎在背后编排小楼。张万通，我可没得罪过他。老弟啊，你是不了解情况。那个张万通，别看表面上大大咧咧，他的大方都是虚假的。上次你在赌桌上帮我回了本，他还输得连底裤都没少掉，肯定记恨在心。他不敢动我，他敢动我，老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如果他盯上你了，也不用太过于担心，这事儿我帮你扛着。肯定是他吗？除了他，不会有别人。张万通那厮不守规矩，竟然去抱张御史的大腿，哼！我老早就看他不顺眼，没想这番竟然想借着小楼来攻击我。等我升了狱丞，第一个拿他开刀。我怎么听说张万通是万玉丽里的人？今天一天，张万通都在甲字号大牢厮混，大家都说他想调入甲字号大牢当差，毕竟那边有水族，还能跟当官的打交道。你确定？我也是道听途说。许叔，这里的狱卒什么乱七八糟的消息都有，我也分不清哪句真哪句假。张万通在甲字号大牢厮混了好几天倒是真的，听说他这几天输了不少钱，往天输钱他都臭着一张脸，今天倒是怪了，输了钱他还笑。输了钱还笑，这摆明了是想要借此加入甲字号。这个王八蛋！小楼你很好，这个消息很及时，这个消息对许叔有用就好。许叔，狱丞一事没问题吧？现在整个丙字号大牢的狱卒都盼着您能当上狱丞，大家也能跟着沾光更进一步。凡事事在人为，你放心，许叔会记得你的好，有许叔一口吃的，就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以后你多留意狱卒之间的谈话，像这次张万通的消息就很有用。张万通打小报告这笔账我先记下，以后有你好果子吃。空空先生这门功法果然神奇，当真是千变万化，即便是长姐见了，也定然认不出我。既然成了空空先生的情，给他带只烧鸡，再加一壶酒吧。老板，来只烧鸡，打一壶酒。这是你应得的。痛快！楼哥，可以帮我个忙吗？你有何事？我听空空先生说你醉心武学，我愿用我的秘籍跟你换几顿吃的。为何？
我已经判了死刑，秘籍留着也没用，身上的银子也被狱卒榨干了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求这几天楼哥能给我吃几顿好的，让我做个饱死鬼。你一个采花贼，学的是哪一门武学？轻功。我这些年采花无数，全靠精妙绝伦的轻功，在江湖之上，我的轻功至少能进前10。我现在有了内有升天录、天蚕宝功2门心法，外有拳法天雷功。升天录附了一份刀谱，若是修炼有成，在功法这一块应当没什么问题。若这采花贼真有好轻功，接救他几顿也不是不行。楼哥哥若是不信，可以问隔壁的空空先生，他知道我在江湖上的名声。楼哥他说的有点夸大，但五品之下，他的轻功的确能排进前10。五品之上乃是天降，他就没有排名的资格了。五品之上，难道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武道领域？我只有2品，没资格感受5品以上的实力究竟是何等的恐怖。但我亲眼见过2个6品武者对打，那场面堪比天轰地裂，其势好似排山倒海，其震撼无法形容。我说的你可能不信，将来你有机会亲眼见到5品以上武者出手，你就会明白我的感受。明白了，我可以跟你交易。你这门轻功不会是专门用来采花的吧？楼哥若是对采花一事不感兴趣，这门功法在对战之中也是极为有用的。这个迷香配方，无论是采花还是杀人越货，都是必备品。我是狱卒，不杀人也不越货。总之有备无患，反正我要死了，这些都是独家配方，跟我一起进了棺材，怪可嫌的。你糟蹋无数良家妇女，早该想到有今天。算了，我就承你的好意。我虽无害人之心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迷香应该有大用。唉，自打在天牢当差以来，确实收获满满。以后我就苟在天牢，稳健发育了。楼哥哥，你可算出来了。秀娟，你怎么来了？陈小哥，我家老爷请你过府喝酒，之前去了你家递帖子，只可惜你人不在，我只好守在天牢外恭候大驾了。你是说刘管事请我喝酒？对啊。这刘管事怎会请我喝酒？为何不能请你喝酒？你有什么疑问？见了我家老爷，当面问他不就行了？时辰不早，我家老爷正在府中等候，快随我走吧。好，我随你去。小子见过刘管事，兜兜转转几个月，总算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刘管事。小楼来了，快过来坐，不用那么多礼。上回你来，我人不在家，错过了。今儿你一定要陪我好好喝一杯。承蒙刘管事看得起我，帮了我好大的忙，我敬你一杯，先干为敬。小楼真不错，来来来，把酒杯满上。小楼来了，还跟以前一样那么客气。老爷，我当初怎么说来着？我就说陈小哥是陈家少有的懂上进的人，没错吧？哈哈哈哈，娘子的眼光自然错不了。你们聊事，我先退下了。今儿叫你过来，乃是为了一件事。最近天牢关了一批人，你替我照看照看，别让天牢那帮老鱿鱼糟践人。你告诉他们，银子我管够，别问牢里的人敲竹档，他们都是奉命行事。管事指的是最近因为打群架被关进天牢的2帮人马，这事可大可小，必须搞清楚来龙去脉。哼，那群打行的人不用理会，你们天牢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，招呼那群打行，招呼得好，我另有银子。那些庄客护卫，你帮我照顾好，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斗胆问一句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狱卒，在天牢既无人脉，也没有权势背景，刘管事怎么会想到我？方才你若立刻应下，我反倒不放心。天牢上下我自会打点，只是底下人难应付。如今我只信你，你帮我照顾那些人，需要花钱的地方你只管说一声，绝不会亏待你。管家，这2帮打群架的犯人，我倒是了解一二。你说说看。京城外，柳员外和吴员外为了争夺一块地，大打出手。柳员外的庄客护卫武力强大，吴员外便请了打行的人，双方都动了家伙事，当场死了人。这看起来是件简单的案子，可刘管家这么一说，这事还牵扯到了咱们侯府了。
但好歹与侯府是本家，既然找你帮忙，自然不会瞒你。这柳员外乃是咱们侯府的人，替侯府在外开垦荒地，3年开荒，眼看着荒地成了生地，这吴员外半道杀出，就说这地是他家的。平江侯位高权重，朝中还有谁敢跟咱们侯府争地？江图，江图，朝中深贵，时任少府同城，城门巡演，极得皇帝宠幸。看样子这桩案子又是神仙打架，小鬼遭殃。可我一个小小的狱卒，何德何能，竟然被人拉入局中？太看得起我了吧！我知道你为难，但这事还得你来办。关照几个人，只要有银子，事情好办。只是打行的人背后是吴员外，吴员外背后是江图。如果打行的人在天牢出了事，会不会怀疑是侯府动的手？你的意思是？我全听刘管事的吩咐做事，就是想知道侯府的态度，我也好拿捏住分寸。你能这么想很好，打行的人的确不宜在天牢出事。侯府虽然不怕有人栽赃，可真要背上草菅人命的污名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别的不怕，就怕宫里头想太多，怀疑侯府的手长了些。到时候江图再向圣上谗言，可就难说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小楼，之前是我看清了你，你年纪虽小，做事情却很谨慎。这样吧，打行的人你也顺便关照一二，确保人不死就行。保证两边的人别死在天牢，这桩差事就算完成。只要事情不出漏子，别牵连到我的头上就行。好处不好处都无所谓，毕竟在成长起来之前，不要稀里糊涂沦为大人物博弈的牺牲品，活着才是王道。这两帮人，上面不知道干什么吃的，把人关进天牢，诚心给我们找事儿。一个个进了天牢还跟大爷似的。换做以前，先饿几顿，再押到刑房，不出几天全都老老实实。哪像现在，打不能打，饿不能饿，骂几句都不行。什么时候我们天牢这般下贱，就跟龟孙子似的？在别人眼里，我们狱卒一直都是龟孙子，又脏又贱。特么的，钱不脏，谁不是为了2两碎银？一个江大人，一个平江侯府，两头我们都惹不起。大家打起精神，多辛苦些。等这桩案子结了，我请大家喝酒。徐老大，你给上面说一声啊，别将所有人都关在丙字号大牢。就是，就我们这群三脚猫功夫的人，给这么大的担子，上面的关老爷是真不怕出事儿啊？说不定关老爷就盼着出事。不许胡说！上官的决定岂容你们质疑？好好给我当差，都警醒点，等案子结了，自有你们的好处。好处不指望，只求别让我们背锅就行。我们寓意的命就不是命，已经不是第一回了。上面到底什么时候断案？养一群祖宗，我可受不了。我们丙字号大牢什么时候受过这等委屈？我知道大伙儿有怨气，我也是一肚子怨气，但是这事儿是范玉成安排下来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都去干活吧。小楼，你跟我来一趟。你说范玉成是不是拿我杀鸡儆猴？许叔怎么会这么想？范玉成应该犯不着这么做。那他为什么把人关押在丙字号大牢？不出事还好，一旦出事，他就可以借机治我的罪。许叔，你最近是不是睡不好？压力太大了。柿子捡软的捏。甲字号大牢本就是关押犯官的地方，这回的案子，按理说那些人都该关进乙字号大牢，且乙字号大牢据我所知还有很多空牢房。这事儿我越是琢磨越透着古怪。或许张玉成抢先一步，抢先跟范玉成夫亲近，表了态度。有道理。那么我是不是也该和范玉成亲近一二？该表态的时候就不能迟疑。找机会我也得和范狱长亲近一二了，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银子。看来得从犯人们身上榨点油水出来了。许叔今天春风满面啊，看来是有什么喜事。与范狱主亲近了一番，的确有效果。那我便提前恭喜许叔了。哈哈，做得不错，好好干，以后也让你当个班头。许叔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不让许叔丢脸。好，好。
小陈，我听说你与平江侯府是本家。是呀，大头哥是有什么事吗？现在平江侯府和江图在朝堂上斗法，缘由正是吴刘2位员外争的那块地。你猜现在怎么着了？如何了？嘿嘿，此案竟然惊动了圣上，那些御史早看不惯江图的小人作行了，纷纷弹劾江图呢。都弹劾江图？对呀，我听说圣上虽然没有表态，但没有阻止御史们弹劾，其他官员也加入了其中。现在江图可谓是四面楚歌，人人喊打呢。过了，过了，这是弄巧成拙。怎么就过了？现在满朝都在弹劾江图，眼看着他就要倒了，你怎么唱起了反调？哼，御史弹劾江图因序大治，结果满朝文武都在弹劾他，岂不是反过来证明江图是无辜的？所以我才说弄巧成拙。那要怎么办才好？真要落实江图因序大治的阴谋，弹劾必须有个度，同时还需要大批官员反过来支持江图。现在这个局面，人人对江图喊打喊杀，只会让圣上更加信任江图，认定有人要害江图。棋差一注，这一局恐怕要输了。可以啊，没想到你还懂朝局，之前真是小看你了。不过这事儿和我们没关系，上面再怎么斗也不会影响天牢，天牢还是那个天牢。不过你也姓陈，侯府若是输了，对你没影响吧？我跟侯府早就出了五兔，就算是夷三族，也轮不到我头上。说得对，有道理。话是这么说，万一江图真的赢了，要清断侯府，殃及池鱼，我也得早做准备了。好了，那些高台朝政之事，不是我等能议论的，早些去巡防吧，莫要被人抓了把柄。楼哥，你真是神了！大头哥，咋了这是？还记得你昨天说的吗？满朝文武都弹劾江图，能反过来证明江图是无辜的。对呀，结果你猜现在怎么着？大头哥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我听说呀，今天一早上朝，竟有大臣站出来替江图说话。有了这第一个，就有第二个，就连一些皇子都替江图说话呢。圣上知道了，大发雷霆。看来侯府还是有高人的，这一局侯府说不定能赢。我就说嘛，江图小人一个，怎么能次次都赢？这一回说不定就要倒霉。那群打行的人，到时候全用大刑伺候，我要亲自打一鞭子，出一出最近受的鸟气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侯府赢了，你该高兴才对啊，毕竟你也姓陈。我没有不高兴，我是在想，侯府那头既然有智囊，为啥之前还会走出臭棋，差一点让江图得利？太过弄险。你管那么多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侯府的人，说不定人家这么做另有深意。我想不出有什么深意，只看到了自负和自以为是。但凡圣上早点表态，侯府就彻底输了。或许是我得到的信息太少，所以无法窥探全貌，也就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。这么想就对了，我们不过是狱卒，好好当差，每月拿银子吃酒喝肉，旁的就别操心了。大头哥说的对，是我胡思乱想，想一想也没关系，别影响当差就行。正好你们也在，都过来吧。许叔，张万窗提议对那群打行的人动刑，从他们身上捞一波大钱，你们怎么看？圣上已经大发雷霆，刑部还把吴员外都抓了，他们的手下就是那群打行的人。若是我们还不从那些人口袋里捞钱，到时候六扇门插手，钱可就都到了六扇门兜里了。楼哥儿，你怎么看？许叔，万不可财迷心窍。此话怎讲？局势未分胜负，圣上仍信任江图，他便倒不了。此刻趁机敛财，许叔和丙字号所有狱卒都吃不了兜着走，说不定就要人头落地，避免日后被追责引火烧身。妥当起见，我认为还是维持现状较好。你真的认为江图还有翻盘的机会？江图怎么可能还有翻盘的机会？朝中有谁比江图更懂皇帝的心思？有谁比江图更懂讨皇帝欢心？楼哥儿说的话在理。老话说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楼哥儿，以后许叔做事若是过于急躁，你要记得提醒许哥一声。我们丙字号大牢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你也不希望大家出事吧？只要许叔不嫌弃我多嘴就好。不嫌弃，不嫌弃。许玉立，这可是兄弟们的财路啊！我意已决，谁敢妄自动手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张万通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一个新鼎竟然敢坏了大家的财路，找死吗？小子，你到底懂不懂规矩？卢大头怎么教你的？跪下！
给张头磕3个头！看在你死鬼父亲的份上，这回就饶了你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赶紧跪下！我陈官楼这辈子只跪天地父母，你们想让我跪下还不够格。陈官楼，我不管你有什么异状，也不管平江侯府是不是你的本家，这一回你犯了重逆，跪下磕头认错，我大度不再追究。否则卢大头不肯教你的，我亲自教。认错？我何错之有？上次你打我小报告的账，我还没跟你算呢。何必同他废话？打一顿他才知道什么是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学武这么长时间，还没有和人对战过呢，正好拿你们掂掂斤两，顺便把之前的账也一并算一算。不知悔改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好像有点弱。都愣着做什么？一起上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提醒你，你别乱来啊！我大小也是牢房班头，你一个小小狱卒，要是敢动我，就是以下犯上。张班头说什么胡话？你找我切磋武戏，我打你2棍子很应该吧？你有话好好说。这陈官楼从犯人手里搜集武功秘籍，这才多久？他竟然真练成了，不科学呀！看他这身手，都像是武者了，何必苦思在天牢当狱卒？我们的账该算一算了吧？我错了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仅仅是井水不犯河水吗？赔钱，我愿意赔钱，20两。不够。50两，这是我只有这么多了。50两就50两，拿来吧。记住你今天的话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是，一群废物，赶紧起来，别装了。一群欺软怕硬的货色，若是再不识趣，在天牢外，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。小子，过来让我看看。这道声音，是最深处那个犯人。刚才是你在喊我。你明明没有武脉，为何能修习内功心法？好犀利的眼神，一眼就看穿我没有武脉，还察觉到我身上有古怪。你走近些，让我看看。好，你没有武脉，却能在我手底下走过3招，不得了！你的身上果然有古怪。此人好强，仅是3招便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了。他究竟是极品武者？你没武脉，却能修习上乘内功心法，还没有爆体而亡，活生的站在老夫面前。看样子你的身体也很健康，并没有因为修习内功心法而受伤。古怪，真是古怪！你看得出来？你果然修习了上乘内功心法。你诈我！兵不厌诈。小子，你到底有什么古怪？没有武脉，却能修习上乘内功心法，还不死的人，你是第一人，活生生的第一人。敢问前辈几品？老夫刚进来时5品，现在嘛，约等于3品。我练武时间不长，却能在3品强者面前走过3招，也该称一声练武奇才了。偏偏没有武脉，老天爷真是眼瞎了。是不是很震惊？真正该感到震惊的人是老夫。老夫在3招之内，竟然没能制服一个没有武脉的普通武夫，真乃奇耻大辱。敢问前辈，你能否看出我的深浅？你身上有古怪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至于深浅，小子，你到底修习的什么内功心法？老夫竟然看不透。古怪，你身上矛盾的地方太多了。什么样的功法竟然能遮掩？不管是长生道果的缘故，还是升天路的原因，只要别人看不透我的深浅，我就能继续苟着。小子，你没武脉却能修炼武功，莫非你的内功心法格外特殊，专门为你这样的普通人创作的？恕晚辈不能相告。不对，如果世上真有适合普通人修的内功心法，老夫绝不可能没有听闻，绝不可能至今只有你一人有练出成果。归根垫底，你能练武，不是功法的原因，而是你本身就有古怪。你所图者，
无非长生2字。好恐怖的推断力，几乎要推出真相了。不过长生道宝是我最大的依仗，只要我死不承认，就没有人能知道我的秘密。小子，你究竟有何古怪？快如实说来。前辈莫爱说笑，我就一个普通人，哪有什么古怪？别以为老夫不知道你在天牢当差都做了什么，以微末利益套取他人的武功秘籍，这些日子收获想必很丰富吧？公开透明的交易，全靠你情我愿，从无强迫，何来套取？前辈说话着实过于难听。哼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这天牢的犯人在你们狱卒面前就是待宰的嚼羊，说什么你情我愿，本质上还是以示其人。若是在外面，那些秘籍别说交易，就算是看一眼也要挖出你的一双招子。前辈此言差矣，此时此事又岂能用彼时彼事来对比？就算没有我，大牢里的犯人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方能勉强活着。和我交易，至少能让他们日子好过一点，多少能感受到一点尊严。再说了，犯人也可以选择不交易，我从不勉强。强词夺理！天牢，律法具体之所在，又岂能拿外面的游戏规则来衡量天牢的做派？前辈，你迂腐了。你竟然说我迂腐！前辈何必动气？你阅历深厚，该明白我所言非虚。天牢暗无天日，你深陷于此心生怨毒，也难怪看我们处处不顺眼。若是在外面，你们一根手指头就能收拾我们。如今强弱颠倒，令人唏嘘，难怪前辈心有怨气。你既然知道天牢暗无天日是在吃人，为何还要甘当狱卒，为虎作伥？我听你说话似是读过书的，你怎能如此堕落？前辈，我要吃饭啊！你读过书，哪里都能吃饭，没必要做狱卒，这行当有损阴德。可是我还想习武，外面习武有多贵，前辈知道吗？而且，只能学一些3流的武功，像我这样没有武脉的，想要进门派学习高深武学，根本就是妄想。但是天牢能满足我习武的奢望。你倒是实诚。好叫前辈知道，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诚信。你是想让老夫拿秘籍换酒肉？若前辈想要点酒肉，开口便是了。至于秘籍，全看前辈心情。你可知老夫是什么人？为何会关在天牢数年无人理会？这个我不清楚。下次带上酒肉，老夫就给你说个故事。堂堂五品武者，竟然被关押在丙字号大牢，其中的秘密，不是我能接触的。小子，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想从老夫这里套话吗？我不信。如果真有很多人想找你套话，为何这些年不曾有过一个人来审你？审？他们敢审吗？他们既然不敢，为什么还让你活着？我死了，岂不是便宜了我？让我活着，暗无天日的活着，让我生不如死，他们才能称心如意呀！小子，告诉你也无妨，老夫当年混号杀人魔。你真的是杀人魔？如假包赚。10年前，你不是已经被千刀万剐了吗？为何你还没死？这个你得问官府为何李代逃亡，鱼目混珠，欺瞒世人，这其中有大秘密啊！小子，想立功吗？想升官吗？不想。即便当了官，最后的归宿也是天牢。你的秘密，我还是不听为好。小子，你以为你不听就逃得掉吗？只要我放出风声，你就活不到练成绝世武功的那一天。就连你身上的秘密，3目之下，迟早被人审出来。你敢威胁我？哼！如果你认为这是威胁，那它便是威胁。我只听说有人宁死也要保守秘密。第一次遇到强迫他人倾听秘密的人，前辈行事果然出人意料。小子，老夫肯将秘密告诉你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你也不用怕，老夫的秘密只会保护你，绝不会害了你。前辈莫要哄骗我，你的秘密外面那么多人想知道，我一个小小的狱卒，既无背景过上，饶我一次，以后酒肉我包了。小子，你不用怕，只要我活着一日，你就死不了。可是5品武者可得100寿龄，纵然天牢的日子让老夫的身体每况愈下，老夫活到8、9、10岁还是不成问题的。如此甚好，从今以后我可就盼着前辈能长命100岁。小子，老夫甚至可以教你习武，你拿着功法秘籍却没有师傅指教，恐怕有不少昧误。你有任何疑问，以后都可以来询问老夫，前提是只要你听话，老夫就亏待不了你，不然老夫有100种办法对付你。
听说张万重那谁带人堵截你，没事吧？多谢大头哥关心，我没事。要不要我替你出面，同张万重说和？暂时不用，我还能应付。你千万别和我客气，张万通那厮就是个小人，贪财好色，欺软怕硬。不过我的面子他多少要给一点。我先自己想办法解决，真的解决不了，我再请大头哥出面。这样也好，有困难千万别藏着掖着。你是我罩着的人，张万天那仨也不能做得太过分。多谢大头哥，张万天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他。真正让我发愁的是刚才那个犯人，整个天牢都对他忌讳甚，看来我得找些见多识广的人来打探一下他的消息。杜夫子见多识广，应当知晓一些杀人魔的事情。楼哥儿，又是解字吗？夫子，今晚只喝酒，谈天说地。好，好，好。夫子，我无意中耳10几年前有个大名鼎鼎的杀人魔，可有此事？这事儿你要问别人，未必能问出一二。老夫倒是知道些内情。真有这号人物，我还以为是假的。杀人魔名段天林，哈哈哈哈，身具五脉，却是个泼皮。后来和几个泼皮一起竞争入伍，如鱼得水。他竟然还当过兵，不仅当过兵，还当了武将，行事张狂。入伍前，段天林有一门亲事，却因为他常年在外，迟迟不能成婚。眼看着女方的年龄越来越大，段家父母写信让他想个办法回家成亲。最后成了吗？段天林接连升官，认为女方配不上自己，便让女子自贬为妾。女方得知后大怒，当场退了婚事。段家父母也自知段天林混账，同意退婚，各自婚娶，合理。可偏偏啊，这段天林不是个人，他得知此事后，竟偷跑回来，将女方满门屠杀，连襁褓中的婴儿都没放过。竟然如此歹毒，然后呢？他被抓起来了吗？此事他做的隐秘，只有他几个兄弟知道。坏就坏在这里，他担心几兄弟泄露，在一次外出行动中，这下子便算计几个兄弟，几兄弟彻底成了一根绳子上的野马。后来他怎么被抓住的？后来他竟然又带着人去屠村，一开始被他得手了2回，第3回他终于落进了陷阱，被当场抓获。后来被判了凌迟，千刀万剐，死不足惜。杀人魔段天林根本没死，还好好活在大牢内。行刑那天，杜夫子有去看吗？那般血腥场面，看他作甚？当时民愤很大，官府担心有民众闹事，派兵将刑场围了起来。段天林在军营多年，应该有很多袍手。他被抓，他军中袍手没人替他说情吗？据说段天林性情乖张，连结义兄弟都杀，哪有什么交情好的袍手？以夫子的高见，段天林为何自毁前程？这种事情哪说得清楚？或许他以为屠村一事能瞒住，但手底下人多嘴杂，他那几个兄弟未必认同他做事方式，暗中告发他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他诈死前杀了几个兄弟。此中内情，老夫无从得知。你真要好奇，不妨走走侯府的关系，侯府说不定有办法调出段天林的案卷。侯府哪里看得上我这个小小狱卒，说不定还嫌弃我给陈家丢脸。你还真别说，前阵子侯府真有人提起你，说你败坏了陈家的名声，你当心些，万一被侯府惦记上，说不定要吃点苦头。侯府管的未免太宽了，我饿死的时候他们不管，我好不容易捧上饭碗，他们反过来嫌弃我丢脸。再说了，我这是继承我爹的位置。你爹好歹是狱吏，不是狱卒啊！这杀人魔段天林真是个要命的大麻烦，如此罪大恶极之人，背后竟然还有人保他，可见他身上的秘密有多大。说不定我的名字也已因此上了某个大人物的案头，要除之而后快了。不行，段天林必须死，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这些犯人都是柳员外门下的庄勇护卫，现在放出去，看样子是案子有了了结。小楼，你过来。许叔，若非上次听了你的话，咱们至少能从打行的人身上捞个几百两银子。此话怎讲？这案子你本家侯府赢了。侯府赢了？哼，
太子和众多大臣弹劾江图，圣上把他们都叫到了跟前，大骂他们不懂为君父分忧，整日里拿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骚扰他，耽误他炼丹大事，然后又大骂了一顿江图，直接罢了他官，让他回家反省去了。这不，上头有了旨意，下面的事儿就好办多了。柳员外身靠侯府，他门下的庄客护卫当场释放，打行的人每人挨10班长，罚10两银子，统统滚出天牢。咱们要是早下手，也能发一笔财。许叔真的认为江图输了？他都被罢官了，不是他输，难不成是他赢？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也不是有意怪你，只是可惜了一笔银子。关进天牢的人，照着规矩都要吐银子出来。这回的事情我就当买个教训，你自去忙吧。许叔还是掉进了钱眼子里。别往心里去，我请你吃酒。多谢大头哥。这回的案子大家都没钱拿，还白操这么多心，大家心里头都有怨言，你也多担待。我只是觉得这案子看似侯府赢了，实则是江图赢了。陛下可是罢了江图的官职呢。罢官只是权宜之计，赌悠悠众口。毕竟江图这几年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，大家都看他不顺眼，他早已犯了众怒。可正因为他犯了众怒，在陛下心目中他越发可信任。一个无依无靠的孤臣，唯一的依仗就是陛下的宠信。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，做不得准。江图简在地心，迟早官复原职，今年年底就能见分晓。到时候大头哥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。这事儿你要是说准了，到时候我还请你喝酒。张万统敢找你麻烦，我替你出头，不用怕。多谢大头哥，不过张班偷主已经知晓事理，不会再找我麻烦了。天没黑呀，怎么说起了胡话？他们分明是瞧不上咱哥俩。张万崇这时行事愈发张狂，我看他能狂到什么时候。大头哥理他做甚？喝酒。眼下最终的还是除掉段天林。小子，你很不错，明儿给我来5斤卤牛肉。行。小子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前辈还有何事？小子，你就不想听听老夫的故事？不瞒前辈，昨日找人打听了你的案情，听完后很是不适。你也认定那些人都是我杀的？人都是我杀的，我罪该万死，千刀万剐，死不足惜。可我偏偏还活着，你猜猜为什么？无非就是交易、把柄、利益权衡，总不能有人报恩吧？你小子有点意思，不仅身上有怪，而且你的表现也不像是18岁的样子，很沉稳嘛。老夫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你只是基于我身上的秘密，我对你的秘密可没有半点兴趣。不，你愿意帮我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狱卒，帮不了什么忙。不，你能帮忙。等时机一到，老夫自会吩咐你如何做。怎么样才能把段天林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？若是再来一次劫狱就好了。啊！什么声音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靠！劫狱！杀！赶紧出去求援！有人劫狱！第一次碰见劫狱！劫狱！有人劫狱！不会吧？真有人来劫狱？这可当真是天赐良机啊！这有可能是我绝家灭口断天的机会了。护送罗家人到达西北的大行剑客，他似乎跟我一个方向。他要劫的是谁？算了，让他先走。这个方向，他要劫的人莫非就是段天林？若是段天林被他劫走，我岂不是有暴露的风险？找死！是不是姓宋的派你来杀我？10年了，他终于等不及了！一条小臭虫也敢杀老夫，找死！剑客竟然是来杀段天林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段天林相当于3品武者，空间狭小，剑客优势难发生，一时半会儿杀不了。不行，我得帮一帮他。小子，就凭你还想杀我？做梦！
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偷袭没有武德，何方鼠辈想要杀我，却不敢现身。这个时候现身才是蠢到极致，杀人魔死有余辜。你丧尽天良，只要是正义之事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丧尽天良，可这10几年里，我在这天牢里不还是活得好好的？倒是你个小辈，是谁派来的？我是齐家村323道亡魂派来的。齐家村早被我哥几个杀干净了，怎还会留出你这个余孽？你屠村那天，我母亲病重，我进城给她抓药，回到之时，躲在村外，亲眼见着你带人离开。你被行刑那天，我去看了，发现不是你。那时候我就对天发誓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。我身上有很多秘密，足够你让你就这么死了，也算便宜你了。难不成他发现我了？这剑客真粗心。段天林最高乃是5品武者，谁知有没有长假死的功夫？就这么走了，万一段天林假死，岂不是白忙活了？这样才更稳妥。这是冯锦撤火！没事吧？多谢大头哥关心，我没事。大头哥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嘿嘿，和你一样，血都是别人的，我躲在牢房里，幸运躲过一劫。一样。一开始看你冲那么猛，还担心你小子不懂事，如今看来，我的担心全是多余的。总要做个样子。没错，做足样子，我们好交差，上官也有借口搪塞上面。谁来了？这么大的阵仗？左侍郎大人亲临现场。天牢上下所有人都跟着提心吊胆，最近几天大家都小心些，以免上面借题发挥，又拿我们狱卒出气。多谢大头哥提醒，我知道了。有人来了，小子还挺警觉的。是你啊！他果然是发现我了。一个小小的狱卒，却有胆量谋害杀人魔段天林，说出去，谁敢信？你一个劫狱之人，分明是你杀的段天林，别把脏水泼到我头上。哦，是吗？那一棍子好像是你的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一棍精准地命中段天林的左肩，而对战时，那是段天林最大的破绽所在。这等眼力，至少是3品武者才能有的。关我什么事？我若是3品武者，又岂会待在天牢当一个小小的狱卒？这也是我好奇的地方。你一个天牢狱夫，哪来的3品武者的眼力和身手？我很好奇。你说的对，那一棍是我摔的。哦，这就承认了？不承认有用吗？你都找上门了。但你来这儿不是为了揭发我吧？你若想揭发，直接去官府就是，何必跟我废话？你不怕我真是来抓你的？怕，但我更怕被人当枪使。你杀人，我放火，说起来我们是一伙的。你若要抓我，自己也脱不了干系。劫狱杀囚，罪可不比我小。你比我想象的聪明，所以说吧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想要什么？锦衣卫齐无休。锦衣卫？劫狱杀囚的锦衣卫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段天林是朝廷钦犯，本就该凌迟处死。10年前他用替身代死，瞒天过海，锦衣卫早已查明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动手。上头要他死，又得闹出动静，让庇护他的人忌惮几分，所以才有今日的劫狱。我完成了任务，上面只会记我一功，不会追究。锦衣卫
皇帝亲军，监察百官，权势滔天，也臭名昭著。齐无修是锦衣卫，杀段天林确实不算事，说不定还是奉命行事。但问题是，他为什么要来找我？所以，你来找我，不是为了威胁我，也不是为了感谢我，你是想让我替你做事。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直接，我拒绝。你还没听我要你做什么？不管做什么，我都不想跟锦衣卫扯上关系。我就是个小小的狱卒，混口饭吃。段天林的事，你杀的人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咱们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哼，你知道段天林为什么能活10年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因为保他的人来头大到你不敢想象。今天他死在天牢，背后的人一定会查。即便无人知道是你放火，但是你平日里和他对话，瞒得住吗？你威胁我，不是威胁，是提醒。你已经是局中人了，想全身而退不可能。但如果你愿意帮我，或者说帮锦衣卫，我可以保你平安。他说的很可能是真的。段天林能假死偷生10年，背后必有靠山，大到让锦衣卫也需要用劫狱这种办法才能杀掉。若追查下来，我一个小小的狱卒真能扛得住，但贸然答应锦衣卫，无异于与虎谋皮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锦衣卫会处理这次的劫狱事件，3天后，我来听你的答复。对了，你那一棍不像是普通武学，你的武功跟谁学的？天牢里的犯人们教的，东拼西凑，不成体系。跟犯人学的，有趣。锦衣卫，这下真的麻烦了。太虚辽阔，命归真宗，手无挚友，抱衣闺中。很快就能将升天路第1层练到大成了，届时应该可以真正达到3品武者的水平了。至于锦衣卫的事，明天先看看上头怎么处理劫狱之事。大头哥，昨天的事……昨天的劫狱事件别再提了。上头怎么处理的？怎么处理？死了几个犯人，连最深处那个都死了。这件事儿牵扯太大了。最深处那个杀人魔，你疯了？那个名字也敢提？大头哥似乎知道一些内情。我只知道此人背后有大秘密，但具体是什么我不清楚。反正范玉成发话了，劫狱事件就当作没有发生，平时该干嘛就干嘛。谁要是敢多嘴，卷铺盖滚蛋都是轻的。看来齐无修没有骗我，果然是锦衣卫出手处理了，而且处理的天衣无缝，没有走漏一点风声。这就是锦衣卫的手段吗？好恐怖！锦衣卫是皇帝的亲军，难道段天林的靠山大到需要锦衣卫用劫狱的方式才能除掉？这意味着那座靠山可能来自宫中，甚至……想什么呢？范玉腾说了，平时该干嘛就干嘛。要不要跟我去赌2把？松狂松狂。我对赌钱不感兴趣，还是寻职去了。行，你忙你的，我跟他们来2把。我继承长生，自然要稳健行事。怎么脂肪这么安静？大头哥他们不是在玩牌喝酒吗？刑部左侍郎孙道宁，正3品，也是天牢的顶头上司。他怎么在这时候来了？小的给大人请安了，未能及时迎接大人，请大人恕罪。你就是唯一在当差的那个。回禀大人，刚好轮到小的当差。早就听闻天牢管理混乱不堪，一干狱卒五毒俱全，不管什么人，只要进了天牢，别管有罪没罪，都得被扒下一层皮。衙门中最恶毒之人，非狱卒莫属。当狱卒的再坏，也是明面上的坏，哪能比得上当官的？动辄就是让几百上千人掉脑袋。偌大的天牢，竟然只有1个狱卒在兢兢业业当差巡视，真是令本官惊讶呀！孙大人，你这是在捧杀呀！我不想出名，只想苟着。尔等食朝廷俸禄，却在当差时间聚众赌博，
天牢巡视大事竟然只交给一个人当差，简直荒唐！尔等知罪吗？小人知罪，请大人再给一次机会，我们一定改正。本官一直相信惩前毖后，有过当罚，有功必赏，也会给犯错的人改正的机会。但是据本官所知，今晚当差的人不止你们，至少有一半的人不在岗位上，在岗的人也仅有1人在遵守职责当差。此情此景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！哼，怎么，尔等不服吗？不敢。还好我去殉职了，不然跪在地上的就有我一个了。比起那些缺岗的狱卒，尔等还算有可取之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禀大人，小的大名陈官楼。姓陈。本官之前听闻平江侯府有个族人在天牢当差，莫非就是你？回禀大人，小的这一支早在父亲那辈就和侯府出了武旁，算不得侯府族人。没想到啊，堂堂侯府后人，竟然也沦落到做一名低贱的狱卒。不过你能恪守职责，很不错。小的只是恪守本分，能够知道恪守本分，已经强过大部分人。偌大的天牢，只有你1人当差，其他人要么缺岗，要么聚赌。呵呵，你毕竟是侯府后人，又恪守本分，当个小小狱卒，岂不是埋没了人才？这样，先调任你为班头，等紧急做好本职工作。孙侍郎这是有意照拂我。禀孙大人，我资历尚浅，当不得班头。本官听你说话，应当是读过书的，有负责人，如何当不得一个小小班头？此事就这么定了，本官自会知会范雨成，你只管做好本职工作，其余之事无需操心。是，大人。尔等好自为之。你被孙大人相中了，可得好好把握。大头哥，我只想当狱卒啊。一直当狱卒有什么好的？我当了这么多年，才勉强混上个班头，狱吏更是遥遥无期了。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吧。现在班头的位置都满了，我若上去了，必定得有人让位。我倒是听说甲字号大牢那边正好有个空缺的班头位置。楼哥，范雨辰让你去一趟公事府。是，大头哥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范大人，陈官楼带到了，让他进来就行了。楼哥，进去吧。小子见过范大人。小陈啊，自从你来到天牢，表现得一直很不错，从未迟到早退，也从未缺岗。方才孙侍郎知会我了，你是唯一一个在岗当差尽忠职守的人，好歹为天牢糊住了面子，不至于全军覆没。当不起大人夸奖，小的只是恪守本分。你最大的优点就是恪守本分，不愧是陈家人，和那帮老油条相比就是不一样。听说你读过书？回禀大人，小的读过几年书，只可惜没读出来。本官也是读书多年，不曾读出来。科举一道难啊！天下读书人何其多，能登堂入室的又有几个？但我辈读书人志存高远，纵然考不了科举，也不能堕了志气。大人的教诲，小的铭记在心。你很好，虽然不得已从事狱卒这份差事，却依旧坚持读书人的气节，没有和其他狱卒同流合污。本官很满意。都是应该的。孙大人亲自提你当班头，正好甲字号出现了缺口。考虑到甲字号房关押的都是朝廷官员，需要读书识字的人，本官打算将你调去甲字号房当差。若是真调到甲字号大牢，那岂不是没办法接触到武道高手了？不行，得想办法留在丙字号大牢。小陈，你好似有些不乐意到甲字号大狱当差。不敢欺瞒大人，甲字号的万玉丽同我有些过节，我若是调过去，只怕会耽误了差事，辜负大人的期望。哦，你是指万玉丽占了你父亲位置那件事？你们共事免不了要起摩擦的，这倒是本官欠缺考虑了。范大人，我留在丙字号大牢当个小小狱卒即可，范大人不必因此为难。孙大人亲自吩咐你有表现突出，我岂能浪费大好人才？如若你留在丙字号大牢当班头，可有人妨碍你工作？我能继续留在丙字号大牢，是大人的照拂，再加上许叔和大头哥对我多般照顾。纵然张万通张班头平日里看我不顺，也断然不会有人妨碍我工作。好他个张万通！本官早听说此人行事跋扈，没想到他竟敢排斥同僚，欺压孙大人相中的人才。我这便撤了他的班头位置，你来担任班头。这没什么不好的。
本官心意已决，你做好本职工作即可，不要让本官失望，也别丢了侯府和孙大人的面子。是大人。看来范玉成是把我当成了孙大人的人了。既然这班头非做不可，那踩一脚张万托也是顺便的事了。楼哥儿，我没想到你竟然是孙大人的人。许叔，你这是哪里的话？我一直都是您的人呢。谁知道孙大人会突袭天牢，我也是走了运，正好轮到我巡职。不管怎样，你能得到孙大人的赏识，以后的路就好走多了。多亏了许叔平日里的照顾。刚才你在范玉成面前替我说好话，我都听到了。你小子还替我说了句好话，有心了。许叔，我哪能忘了您？今晚许叔有空不？你有何想法？许叔，我请你到关美楼吃酒。听说关美楼新来了一批小娘子，正好让他们给许叔作陪。你小子到底是记着许叔的好啊！许叔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好。楼哥儿，你这份心意，许叔记下了。许叔说的哪里话？要不是许叔当初收留我，我如今还不知道在哪里喝西北风呢。那是你自己争气，我当初就看出来了，你小子不是池中之物。楼哥哥，孙大人那个人不简单，你能入他的眼是你的福气，但你要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别想着走捷径。许叔教诲的对。哼，还有那个张万统，你别怕他，有我在，他翻不起什么浪。他要是敢找你的麻烦，你告诉我，我收拾他。多谢许叔。许叔，今晚就留在这里过夜吧，我也有点想念娇儿了。你小子，叫一夜，这银子就是你了。规矩我懂。我得去一趟城外的齐家村，段天林身上藏着大秘密，能让锦衣卫以劫狱的方式杀他，敲山震虎，足见他背后之人能量之大。如今我不幸卷入其中，必须自己搞清楚，不然即便入了锦衣卫，也是一个糊涂鬼。段天林屠灭齐家村，谎称是拖兄弟下水，掩盖灭未婚妻满门的罪行。可此事疑点重重，齐家村定是藏了秘密或重宝。这里早就被那些人搜了不知道多少次，官府、锦衣卫、段天林背后的人，该翻的地方肯定都翻遍了，但是他们应该没有搜到想要的东西，不然段天林早就死了。这野狗不对劲，这野狗体型壮硕如牛犊，肌肉虬结，目露幽光，都快能媲美一品武者了吧？寻常野狗怎会如此？快成妖了！难不成这个村子真有重宝？跟着他。这就是野狗的老窝吗？难不成重宝就在这里？先把他迷晕了，以免发生意外。这石头有古怪。这石头比寻常石头重得多，里面裹着东西。升天丹、升天露、升天丹，这两者之间，莫非有什么关联？罗敬天说，升天露是他意外所得，害死了不下100人。那这升天丹……
此地不宜久留，先回家。升天路、升天丹，这两个名字绝对不是巧合。罗敬天当初说升天路是他意外所得，来历不明，害死了不下100人。他自己修炼不得其法，始终无法入门，这才便宜了我。而升天路的确与普通的武道心法完全不同，修炼方式、内力运转的路径，都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妙，像是修仙功法。如果升天路真的是修仙功法，那升天丹又是什么？难道是辅助修炼升天路的丹药吗？也就是说，升天路和升天丹是配套的，得先有功法，再有丹药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方能大成。当年段天林屠了齐家村，对外说是为了拉兄弟下水，隐瞒杀未婚妻满门的罪行，但细细推敲，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。他已是五品武者，前途无量，为了一桩早已了结的婚事，至于屠村，除非屠村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好处，或者背后有人指使他，他们这样做定是为了更大的利益，那便只能是升天丹。齐家村的地底下埋着升天丹，段天林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他要屠村，不是为了杀人灭口，而是为了挖地3尺找到这枚丹药，锦衣卫杀他，敲山震虎。他背后的人很可能也知道升天丹的存在，甚至段天林当年屠村就是受那人的指使。如今段天林死了，丹药却还在齐家村，最终升天路、升天丹都意外落入了我的手中，这是机缘，也是催命符。若是被人发现，我只怕会死得更快更惨。如今我已经将升天路的内容尽数掌握，倒背如流，这升天路也该消失了。从此世上再无升天路。罗敬天说升天路害死了不下100人，那些人恐怕都是没有配套丹药，强行修炼，最终走火入魔而死。那野狗应当也是得了升天丹的好处，这才变异，体型变大，媲美武者。我修炼升天路也都是凭借着长生道果强行修炼，现在得了升天丹，再修炼升天路，应当事半功倍。而且我身怀长生道果，即便这升天丹有毒，也不用担心会危言性命。太虚辽阔，命归真宗。破了升天律第2层，现在我真正踏入3品武者的行列了。我的体内多了条经脉，不对，这是五脉，我有五脉了。我天生没有五脉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罗敬天、段天林、空空先生，所有人都一眼看穿我没有五脉。没有五脉就不能修炼内功心法，即便强行修炼，也是自寻死路。升天丹竟能为我塑造一条五脉出来，当真是神奇。不对，这脉极其隐蔽，我内照自身，还需仔细搜寻才发现，别人定然不可能看穿。若升天路是修仙功法，升天丹是仙丹，那么我现在体内的这条脉是灵脉，或者说是修仙用的灵根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么只要不死，我必将无敌。当下的情况，还需应对齐无修、段天林背后的人，应该也注意到我了。我必须弄明白段天林背后的人是谁，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楼哥哥来了。许叔，昨晚冠美楼那顿酒，许叔记下了。说正是，丙字号大牢新来了一个犯人，是个麻烦，你得万分小心。什么来头？毒师。毒师，这个行当在江霍名声极臭，却也极让人忌惮。用毒的高手杀人于无形，往往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他犯了什么事？毒死了沧州、知州满门，连仆役带家妾上下43条人命全没了。又是一个狠人。是啊，刑部那边审了3天，他愣是一个字都没招，
只能暂且收押天牢，后续再审。范玉成说了，此人是重犯，不能死在天牢，可以用点手段，但不能把人弄死。这个分寸你自己把握就行。空空先生旁边那间，这是你新任班头接触的第一个犯人，最好不要出错，不然可就丢了孙大人的脸面。我明白，我这就去看看那毒尸。去吧，小心点儿，别靠太近。此人虽被刑部严刑拷打，但气息平稳，而且呼吸极轻极慢。除了毒师的身份，他应该还是个武道高手，就是不知道他是极品高手。有意思，这个毒师恐怕比段天林还难缠。段天林至少会骂人，会威胁，这个人什么都不做，反而更让人心里没底。许叔说的对，要万分小心。但小心归小心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用毒高手，若是不把这一身毒功给学到手，心里总不舒服。老哥，你可算来了！怎么，饿了？饿倒是不饿，就是嘴里淡出个鸟来。老哥，你上回带的烧鸡，那个味道，我这辈子都忘了。新来的那个，你认识吗？你说那个毒师，认识谈不上，但听说过。说说看。老哥，那个烧鸡，好酒好菜，少不了你的。那人江湖混号，毒手药王，真名没人知道，也没人敢问。据说他出身南疆10万大山，师祖某个隐士独门，一身毒功出神入化。他武道是什么品级？明面上是3品武者，但他那身毒功，连5品高手都不敢轻易招惹。你想想，比武的时候，你还没碰到他，就已经中了毒，这怎么打？他的毒功叫什么？他的毒功有个名堂，叫什么万毒真经。据说练到高深处，举手投足间都能释放剧毒，杀人于无形。难怪能毒死沧州知府上下43条人命，这是用毒，当真厉害。他有什么弱点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这种人能离多远就离多远，谁会去打听他的弱点？嫌命长吗？他这人好打交道吗？楼哥哥，你想跟他打交道？随便问问。我劝你别动那个心思。毒手药王这个人喜怒无常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上一秒还跟你称兄道弟，下一秒就能让你七窍流血。江湖上想跟他结交的人不少，但真正敢靠近他的一个都没有。回头给你带烧鸡。多谢楼哥哥。毒手药王，万毒真经，喜怒无常，难怪刑部审了3天，他一个字都没招。这种人软硬不吃，威逼利诱都没用。不过他越是这样，我越不能急，先晾他几天，看看情况再说。现在与其无休约定的3天之期已满，他应该到了。陈班头，你可是让我好等啊！你消息还是挺灵通的。那是自然。本来我想让你帮我做事，可我调查了你之后，发现你越发让人看不透。有话快说。据我调查，你起先是个没有武脉的普通人，然而现在却能变成武道高手。我想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吧，这样我们合作起来，我才放心。你调查了我这么久，就为了问这个？这是最让我好奇的事。锦衣卫不是无所不知吗？你自己查不就行了？你以为我没查过？你父亲陈承宗天牢狱吏，没有武脉，一生平庸。你长姐陈小兰嫁给了苏大成的儿子普通人。你陈家往上数3代，没有出过一个武者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天生没有武脉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。但你现在的实力至少是3品，一个没有武脉的人
怎么可能修炼到3品？所以，真相只有一个：你是万中无一的身怀隐脉之人。隐脉，听起来像是隐藏的5脉。如果真有隐脉这一回事，那么它正好可以解释我能够修炼武道这一回事。你既然知道了，又何必多此一问呢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出身卑微，活跃的圈子又是在天牢底层，可能不知道隐脉代表了什么。你可以说说看。隐脉是一种极其罕见的体质，天生五脉者经脉外显，高手一眼就能看穿。但隐脉者不同，他们的五脉藏在体内深处，寻常手段探测不到，也看不出来。都能练武，隐脉与五脉有何区别呢？没有。不过，正是因没有任何弊端，这部分人也将成为锦衣卫的重点观察对象。所以，你要把我身负隐脉的秘密上报吗？上报是锦衣卫的规矩，但你运气好，负责调查你的人是我，所以我打算尊重你的意愿。这不像你的处事风格。你与我一样，都是苦命人。我全村被屠，孤苦伶仃，而你虽有长姐，但受了不少她婆家人的冷眼和挤压。你的父亲死后，玉立的位置也被顶替，你也只能去做一个小小的狱卒了。难得你为我着想，只是我还有一事想不通。你说，以你的实力，断不至于继续待在天牢当一个小小的狱卒吧？你也是微末崛起，理应知道小人物的艰辛。我若是不待在天牢当狱卒，岂能接触到武道高手？又如何能修炼武道？这话在理。不过，现在你已经是3品武者了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喜好安稳，而外面太过动荡，还是天牢这种安逸的生活适合我。但是你现在已经卷了漩涡之中，而且还抽身不得。而且我有种强烈的预感，你注定无法安逸。所以你还是想要我帮你做事？陈兄，我要做的事很大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帮不了你。不，我们的敌人是同一个人。谁？段天林背后的那位大人物。你想报仇？对，段天林屠我齐家村，但他终究只是一具傀儡，真正的凶手还藏在幕后。你知道他是谁？我还在追查，目前只知道他是宫里的人。果然与我所料不差，皇帝沉迷炼丹，各派系林立，几个皇子也蠢蠢欲动，对那皇位都有想法。也难怪江图那个小人能得势。若段天林背后的大人物来自宫中，最有可能的是那几位皇子。是了，只有这样，皇帝才会用锦衣卫劫狱，暗中敲打他。皇帝与皇子毕竟是家事，不可轻易外传。你是个聪明，里应该有了几分猜测吧？这事太过冒险了，去扳倒一个皇子，哪怕赢了，下场也好到哪里去？你可有想过，若他夺嫡成功，你一个小小的狱卒谋害了他的人，当真能躲得过他的追查？我们都得死。他奶奶的，该死的段天林！怎么样，有决定了吗？段天林已死，他背后的人可能在明面上没有动作，可必定在暗中调查了前因后果。说不定我的名字上了他的案底，哪怕只是众多名单当中微不到的一个，但是将来清算，我断然落不得好下场，还有可能身死道消。既然如此，我必须主动出击，不能坐以待毙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不过我终究只是一个小小的狱卒，我只做能行的事，不做冒险的事，而且你也不能暴露我的身份。只要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一点都不愉快。既然是合作，我想你也该帮我做点事。什么事？天牢来了个犯人，毒杀了沧州知府上下43人，我要他的全部资料。行，明天给你。不对。哪里不对？分明是我要你帮我做事，怎么现在反倒变成你使唤我了？你想报仇，有求于我，现在让你帮我做点事，不应该吗？好像是这么个理儿。敢问是陈班头？是我。有位齐老爷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是。千毒药师，本名殷无极，南疆10万大山人士，师从万毒谷。万毒谷早已覆灭，殷无极为万毒谷唯一传人，
鹦鹉急毒杀沧州知州一事，起因是沧州知州强抢民女，他的未婚妻不幸因此丧生，故而鹦鹉急一怒之下毒杀沧州知州满门，上面已经有了命令，死刑。原来如此。楼哥，别急。楼哥哥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旁边那位最近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，不说话不理人。不过我跟他做了几天邻居，倒是混了个脸熟，偶尔递点吃食过去，他也不拒绝。他也算是个苦命人，没几天活头了，多照料一些吧。顺便帮我说说好话，以后好酒好菜我会准备2份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楼哥哥，放心吧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兄弟，来根鸡腿儿。兄弟，你的事儿我听说了，是条汉子，不过不吃怎么行？死也得做个饱死鬼不是？你有求于我？哼，这话说的，你我都曾在江湖上扬名，现在又落在这暗无天日的天牢之中。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这才舍你一根鸡腿。换了别人，我才懒得鸟他呢。有酒吗？还有小半杆，够你解解馋。兄弟为何叹气？我怕是没几天活了，在最后才遇到你这么一个贴己的人，可惜了。听兄弟这语气，你好像还有遗憾。可你大仇已报，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即便死了，在江湖中也是美名流传。我大仇是报了，沧州知州死不足惜，我答应了师门的事，只怕再也没有机会完成了。你的师门可是万毒谷？想不到你也知道万毒谷。万毒谷曾经多辉煌的门派，凡是行走江湖之人，谁见了万毒谷的道友，不得给几分薄面？可惜了。是啊，辉煌不在，万毒谷覆灭，我成了师门独苗。我死后，江湖再无万毒谷了。所以，你的遗憾是，没能把万毒谷的传承给传下去。是啊。这么多年，你就没想过找个传人吗？哼，找个传人？我这身本事谁学得了？就算学了，又有谁敢学？我倒是有一个人选推荐。谁？这儿的狱卒陈官楼。一个烟渣狱卒还能传承我这一身毒术？你可以试着好好观察一番，说不定可行呢。万一真行，你也不亏，不是吗？小哥，站住！你叫什么名字？陈官楼。天牢之中竟还有如此人才，年纪轻轻却气息沉稳，眼神清正，不像是那些肮杂狱卒。我在这里当个小小班头，着实可惜了。小子，我这一身毒术，你有没有兴趣？兴趣倒是有，不过不知前辈的条件是什么？条件？我一个将死之人能有什么条件？我毒杀沧州知州满门，难逃一死。唯一遗憾的就是万毒谷的毒术到我这里断了传承。我想选你做我的传人，把我那一身本事传给你。前辈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选我？空空先生说你不错，我观察了你几天，确实不错。怎么，你不信？前辈的好意，晚辈心领，只是无功不受禄。前辈若有所需，不妨直言。有意思，你比我想的还要通透。我没有什么挂念的了，只想把这一身毒术传承下去。你若是真想继承我的毒术，便要通过万毒阁的考核，你可愿意？什么考核？服下这枚毒丹，明日此时，你若还能站在我面前，我便将一身毒术倾囊相授。这是什么丹？此丹名为断寿丹，乃是我万毒谷专用的考核丹，剧毒无比。服下之后，12个时辰内若寻不到解药，便会消减服用者100年寿元。你现在退却，
还来得及。削减百年寿元，别人怕我不怕，身怀长生道果，这毒丹对我还构不成威胁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服下这枚丹药没死，不管我用什么办法，就算通过考核？没错，只要你能活到明天这个时候，我就认。有意思，我等你到明天。这小子有点胆量，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在这12个时辰之内破除毒丹，找到解药。罢了，明天便见分晓。好厉害的毒！断手丹扛过去了，长生道果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前辈，我来了。你没事？你找到断寿丹的解药了？没有。没有解药，你怎么可能没事？断寿丹的毒性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的。硬扛过来的。硬扛？这不可担。百年寿元你硬扛过去，岂非？小子，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你是天生炼毒的天才，万中无一，不是万中无一。此话怎讲？你可知万毒谷的入门考核为何要让考核者服下断寿丹？我想，对于专业的毒师而言，断寿丹的解药应该不难找到。让考核者服下，是想借此逼出他的潜力，看看他是否具备毒师的潜质。不错，这是一方面，但还有另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筛选一部分特殊的人。特殊的人就是天生炼毒的天才，他们身负特殊体质，能硬扛强大的毒性，无需解药便可自行化解。这种人才是万毒谷真正要找的传人。所以说，硬扛过去就是炼毒的天才。正是如此，炼毒者每天需要与毒为伍，只有身负强大的抗毒性，才能炼制出强大的毒药，否则毒药还没炼成，自己先被毒死了。你能硬扛断寿丹而不死，意味着你的抗毒性远超常人。这样的人天就是为炼毒而生的。如此说来，我真是炼毒天才，如假包换。小哥，你可愿继承我万毒谷的毒术，成为我万毒谷的弟子？我是天牢狱卒，做事需万分小心谨慎。继承了万毒谷的毒术，却无法以万毒谷弟子的身份行走江湖。前辈，你看可行？罢了罢了。你心里记得你是万毒谷的弟子即可，日后你再替我寻个传人，也不算埋没了万毒谷。是，前辈。这是万毒真经的上册，记载了万毒谷的核心毒术，下册在我藏身之处。日后你若有机会，自去取来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万毒谷的传人了，不要辱没了万毒谷的名声。前辈大可放心，去吧，好生修炼。有什么不懂的，随时来问我，我能教你的日子不多了。万毒谷总算没有断在我手里。万毒之道，不在于杀人，而在于活人。毒师出手，寸草不生；医者出手，枯木逢春。然毒与医本为一体，医者用药如用兵，毒师用毒亦如用药。不明医理者，不配谈毒。毒与医本为一体，毒本是医。原以为毒师就是研究怎么杀人的，但万毒真经里解毒救人的篇幅，竟然占了将近1/3。前辈，书上说毒有君臣佐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用药讲究君臣佐使，用毒也是一样。君药是主毒，臣药是辅毒，佐药是调和，使药是引子。你下毒的时候，不能只靠一味毒药，那样太容易被识破。要学会配伍，让毒性层层叠加，又彼此制融。原来如此。书上说以毒攻毒，具体怎么操作？以毒攻毒，关键在一个攻字，不是随便拿2毒混在一起就行。你要搞清楚哪种毒是病根，哪种毒是解药。有时候治病的良药本身就是剧毒，而杀人的毒药用对了剂量，反而能救命。我当年在南疆见过一个被蛇王咬伤的猎人，毒入骨髓，无药可救。我用鹤顶红配断肠草以毒攻毒，硬是把人从阎王殿拉了回来。
以毒攻毒，鹤顶红和断肠草都是剧毒之物，两毒相攻，病人能受得了？受不了。那猎人疼了3天3夜，差点没挺过来，但最后他活了。万毒真经开篇就说毒与医本为一体，但据我所知，江湖上的毒师大多只研究怎么下毒杀人，很少有人在解毒救人上下功夫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救人比杀人难。杀人你只需要知道怎么让人死，越毒越好，越快越好，越隐蔽越好。但救人不同，你得知道病人中了什么毒，中了多少，中毒多久，体质如何，有没有其他病症，然后才能在千百种毒药中选出能救他命的那一位。很多人学了一辈子毒，连辨毒都学不透，更别说解毒了。所以他们干脆只学杀人。也就是说，真正高明的毒师，首先是高明的医者。或许这话该反过来，一个高明的医者绝对是强大的毒师。小子，记住一句话：毒无善恶，善恶在人。同样的鹤顶湖，你可以用它毒杀满门，也可以用它救治垂危，关键不在毒，在用毒的人。毒无善恶，善恶在人。耗费了小半个月的时间，这万毒真经总算入门了。不过我身会长生道果，有漫长的岁月可以研究万毒真经，可以慢慢来。楼哥哥，可算找到你了。大头哥，什么事儿？范玉成找你，有急事儿。请进。范大人，小陈，你可知孙大人有多看重你？范大人说笑了，小的不过是刻本分，侥幸入了孙大人的眼。侥幸？天牢里这么多人，孙大人偏偏记住了你，点名要你做事，这可不是侥幸二字能解释的。孙大人亲自点名，敢问是有什么事吗？甲字号大牢新来了一个犯人，刑部直接送来的，孙大人亲自吩咐，要你过去甲字号当班头，亲自巡职。看来去甲字号大牢是躲不过了的。我知道你想留在丙字号大牢接触那些江湖人士，可孙大人亲自点名，本官也只能遵从。你若是还念着丙字号大牢，本官可特批你在当值之外的时间，可在甲丙2号大牢之中自由活动。多谢范大人关照。先看看甲字号犯人的资料吧。于兆安，督察院御史。对，这位可不是普通犯人。于大人在朝堂上大骂天子昏庸、炼丹误国，言辞激烈，触怒圣颜，直接下骂天子昏庸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孙大人怎么会点名要我去宣旨？孙大人的心思，我哪敢揣测。不过，他们两人都出自稷下学宫，应该有些交情的。原来如此。孙大人说了，于兆安在甲字号大牢期间，由你全权负责巡职，1日3餐，按时送到，不许任何人刁难他，不许任何人对他用私刑，若有差池，唯你是问。小的明白。这是甲字号大牢的钥匙，甲字号不比丙字号，关押的都是朝廷命官，你做事要更加小心。是大人。去吧。嘿，楼哥们儿，什么事儿啊？调到甲字号当班头，专门巡职。甲字号那可是肥差呀，关在里面的都是当官的，随便敲打，银子和流水一样进来。孙道宁点名要我去，恐怕不只是巡职那么简单。于兆安是他的同门，又因骂天子入狱，这里面的水深着呢。先去看敢在朝堂之上大骂天子的于大人吧。果然，关押大官的牢狱跟关押普通犯人的牢狱大不一样。这就是于兆安，倒是有几分风骨。他是督察院御史，敢在朝堂上大骂天子，背后必定有人撑腰，搞不好又是一场神仙打架。我得小心，不要被卷进去才好。于大人，用饭了。我早听闻大牢里给犯人吃的都是馊饭冷菜，怎么到我这儿却有这般热食？于大人说笑了，您是朝中护国，虽一时触怒龙班，但这牢狱之灾终究只是一个过场。待圣上气消了，
您还是朝中的于大人，咱天牢这些贱籍哪敢为难您呢？这些都是您的家眷送来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的陈官楼，是这甲字号的巡神班头。我记下了，忙你的去吧。是，大人。这天牢的小小狱员，还有这般见解，倒是个明白人。看他的气息，应该是练过武的，有点意思。小子，来了，前辈，案子判下来了，判了，明日午时斩立决。明日，我给您送行。好酒，你也喝一口。万毒真经上册，你学的怎么样了？炼毒卷已通，炼毒卷学了大半，也练了些毒。用毒卷正在看，以你的资质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把上册吃透。你抽空可去把下册取来，对你来说应该不成问题。好，还有万毒谷的传承不可断，我不强求你以万毒谷弟子身份行走江湖，但你记住，你若用万毒谷的毒术滥杀无辜，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放过你。晚辈记住了。行了，去吧，明日不要来送，我不想让你看见我掉脑袋的样子。这是什么？卤牛肉，您路上吃。你小子有心了，小子，好好活着，你比我有出息。我继承长生，自然要稳健行事。如果说上册是登堂入室，那下册就是登峰造极。变毒、炼毒、用毒3卷的进阶内容，每一个毒方、每一种手法都比上册复杂数倍，甚至还有毒阵的记载，以毒药布阵，困敌杀敌，防不胜防。毒师走了，万毒谷的传承落到了我手里。上册已基本吃透，下册的内容虽深，但只要花时间，总能啃下。天雷功也练到第4层了，这套外功虽然损寿元，但对我的体质来说，损多少长生道果就能补多少，倒是可以放心的继续往上练。至于升天路，再加把劲，应该能在年底之前突破第3层，不知道届时能不能媲美五品武者。小陈，你过来一下。这几天于大人那边怎么样？一切正常，于大人情绪平稳，没有闹事，饭食按时送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。小陈，你可莫要得罪了于大人。于大人是稷下学宫出来的，又是当朝御史，我怎敢得罪他？不仅仅是因为岁上学宫，于兆安和晋王殿下是师兄弟，他们师从一个师傅。晋王殿现在朝中声势渐长，右相大人又是晋王殿下的岳父，懂了吧？权贵啊，何止权贵，伸手就到顶了。于兆安背景这么硬，如今下了天牢，陛下气也消了，怎么没见晋王殿下他们出力捞他出去？你呀，虽说读了几年书，却不懂官场的明暗规则。纵然是亲王殿下，捞人也得讲究个时机，岂能全凭心意做事？于兆安得罪了陛下，怎么着也得有个契机吧？范大人深思官场，想必是志在千里。你资历尚浅，入了这一行便都是身不由己。朝堂之争没有对错，输赢也只是一时，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多谢范大人提点。你得了孙大人看重，好好做事，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这次孙大人让你守着于大人，你就绝不能让他出事。大人放心，小的一定看好于大人，绝不出任何差池。你做事我放心，去看看于大人吧。是。于大人，今日气色不错。你今年多大了？18。18岁，能在这天牢里沉得住气不容易。你读过书？小时候跟着夫子认过几个字，谈不上读过书。我看你的状态，似乎最近在武道又有突破了。于大人在说什么？小的不明白。本官出自稷下学宫，乃是3品武者，岂会看不出你也是个武道高手？后言问一句，大人如何看出我功夫精进？呼吸绵长且有规律，双眼有神，步履从容稳定。就靠这些？双手有力，用力很有章法，这些还不够吗？想不到一个天狱狱卒竟然是个武道高手。照这个趋势，本官认为你有机会进入5品境界。多谢于大人夸赞。
懂得知足常乐，不错。纵观天牢的狱卒，个个粗鄙，不堪大用，酒色财气掏空身体。看来看去，唯独你和其他人不同。你既不沾染赌博，喝酒貌似也有节制，还懂得练武强将体魄。如此上进，只可惜困于天牢做个狱卒，浪费了。哈哈，多谢大人好心。狱卒这等贱业，不需多少本事，却要承受旁人难以承受的内心煎熬、道德拷问，身体还要长期被阴寒潮湿的天牢阴害。酒色财气，说起来貌似粗鄙，可是付出了寿数减少、被人优辱鄙视的代价，承受着身体和精神双重伤害，总得有点收获吧。狱卒别无所求，唯有酒色财气方能配得上这些付出。没想到这番道理竟然是从一个狱卒口中说出来，本官真是小瞧你了。本官还是那句话，可惜了，困于天牢做了个狱卒。若是本宫能出去，你可愿意追随本官左右？大人竟不嫌弃小的粗鄙，愿意给小的一个机会，小的感激不尽。只是小的暂无离开天牢的想法，只能谢过大人的好意。强如五品武者段天林也是一枚棋子，以我现在这点微末实力，入了朝堂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还是算了算了。何方宵小，敢在我的地盘作乱？我怎么就成宵小之辈了？偷袭不讲武德，不是宵小之辈又是什么？我只是想试探一下你的武道水平而已，还真被我试出来了。你的武道又精进了。你的眼睛倒是犀利了不少，我看你的脚步重了几分，怎么升官了，走路都带风了？你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锦衣卫、百户，指挥使赏识，让我升了百户。恭喜，百户可是正经的朝廷命官了。你这算是一步登天，一步登天谈不上，但确实比之前好多了。锦衣卫百户。配印信领俸禄辖手下，做事也方便了不少。那我是不是该准备一份贺礼？免了，东西你自己留着。我倒是有句话想问你，你当真不加入我们？你干嘛追着我不放？因为你是唯一的变数。以你的实力，3品武者放在锦衣卫里也绝对是中坚力量。而且你有脑子，有手段，在天牢里又有人脉。你若入锦衣卫，成就不比我差半点。你这是在替我规划前程？我在替你可惜。一个3品武者窝在天牢里当狱卒，太屈才了。不觉得？我说过，我喜欢安稳，锦衣卫的光剑影不适合我。行，我不劝你，人各有志。不过我今天来，是有个东西要给你看看。这是什么？我翻阅锦衣卫旧档时，无意中发现的，关于你父亲陈承宗的。关于我父亲的？看看吧。你父亲的失踪有蹊跷，当时还在查，可是查到天牢万玉立的时候，被人压了下来。其中缘由，我想你应该知道。万玉立背后有人，所以顶替了我父亲的位置。不过是按照这份卷宗里说的，我父亲的失踪还与万玉立有关。此事我并不知晓，还需要你自己去探查。你把锦衣卫的卷宗私自带出来，不怕锦衣卫找你麻烦吗？我已是百户，若是连这点权利都没有，还当个什么劲儿啊？况且这份卷宗封存很久了，也就是我无意中看到，就算被人发现少了，也不会追查。这份卷宗，是我成了你的情。小事儿。下次我找你帮忙的时候，希望你不要总是拒绝。万玉立，如果我父亲的失踪真的和你有关，那么
黄泉马上就是你的归地。好久，天凉了，给你暖暖身子。大头哥，你到天牢多久了？有10来个年头了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没什么，就是好奇。我父亲的事，你听说过吗？你想调查你父亲的死？你知道内情？不清楚，这事儿都是流传。但是万玉丽上来了之后，把那些流传都压了下来，大家都不再谈论这个了。之前都流传什么？此前流传，你父亲不是自然死亡，而是被万玉丽谋害的，里面可有渊源。唉，原先万玉丽只是一个班头，你父亲死了，他马上就接替了你父亲的位置。里面要是没有猫腻，我才不信呢。我知道了，楼哥儿，你不会想要动万玉是吧？听说他上头可是有人呢。若真是他所为，我会让他知道，阎王可不管他上头有没有人。小子，走路不长眼睛，看见我也不问好。万玉丽，我当是谁呢？你就是那个新调来的班头，孙大人点名要的那个？正是在下。甲字号那几个犯官，你可得看好了。出了事，不止孙大人保不住你，连范雨成也得跟着吃挂嘴。到时候你就得跟你的死鬼老爹团聚了。万玉丽，你好歹也是接替我父亲的位置，如此言语，似乎根本没把我父亲放在眼里。你的死鬼老头早就跟平江侯府出了五常，侯府也根本不管他，我为何要把他放在眼里？你一个个小小的班头，孙大人只是多看了2眼你，别当做依仗。识相的以后见着我，乖乖弯腰问好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哼，此人甚是嚣张，看来我爹的死跟他脱不了干系了。你身上有杀气。于大人如何看得出来？你的眉间比平时紧了2分，呼吸也重了些。习武之人的情绪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就在这2个地方。杀气外露的时候眉峰微蹙，气息中会多一丝极短促的停顿。你自己可能察觉不到，但旁人看得清楚。我方才不过是心中动了杀念，还没来得及有任何动作，他竟一眼看了出来。于兆安此人果然文武双全。请教大人，如何隐藏？呼吸放缓，眉间舒展，让内力沉入丹田，不要浮在胸口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让怒意占据你的心神。你越是去想那个让你愤怒的人，杀气就越难藏住。于大人好眼力，不过我有一事不解，您教我隐藏杀气，自己却在朝堂上大骂天子，难道您不怕被人看出杀意？习武之人本应念头通达，若是沉郁心中畏首畏尾，便会形成心魔，日后不得寸进。我在朝堂上骂天子，骂的是他炼丹误国，是我心中所想。既然心里有这个念头，那就堂堂正正说出来，何必遮掩？于大人，好风骨。风骨谈不上，不过是活得明白罢了。行了，行了，你去忙吧。记住我刚才教你的。有人闯进来了，又是来劫狱的。果然有刺客，他要去的，不对，他去的方向是于大人的牢房。若是于大人有什么闪失，我也吃不了兜着走。于大人，针上有毒！中了我的毒针，必死无疑。于大人是我专职照看的人，你要杀他，是想置我于死地。一个小小狱卒也想拦我，那便一起死吧！你，此毒在万毒真经有记载，名为断魂散，只要沾染一丝，
就有性命之危。看来这刺客铁了心要杀于大人。不行，于大人不能死在我的看守之下，不然我也得陪葬。于大人，张嘴。我的解毒丹已经保住了他的命，短时间内，于大人死不了了。陈冠楼，你看守不力，于大人真有什么闪失，你也得给于大人陪葬。聒噪！你一个小小班头，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活腻歪了是吧？刺客闯进甲字号，于大人中了毒，你这个巡粮班头是吃干饭的。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及时赶到，方来有刺客的时候，你躲在哪里？现在刺客死了，你反倒出来逞威风了。我那是去搬救兵。搬救兵？救兵呢？少跟我耍嘴皮子！陈官楼，你一个班头，竟敢对御医不敬，以下犯上！就凭这个，我就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识相的，赶紧给我跪下磕头认错，不然你这是在自寻死路！你别过来！你竟敢以下犯上！你死定了！你跟你的死鬼老爹团聚吧！我爹的死跟你有关，跟我有关又怎么样？难不成你敢杀我？只跟你有关。你爹一个小小狱吏，杀他还用出动别人？我告诉你，刑部那边我都打点好了，很快我就能调任刑部。到时候你见了我，就得跪下来磕头。我想踩死你，就跟踩死蚂蚁一样简单。所以，我爹真的是你杀的。我杀了他，你能奈我何？既然你亲口承认了，那就上路吧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有官身的。你动了我，刑部不会放过你。你一个小小的班头，惹得起吗？这些话，留着跟判官说去吧。父亲，仇人已死，你也能安息了。小陈，刺客呢？被我杀了。于大人，你可千万别死啊！于大人中了毒，我已经给他解毒了，死不了。范大人，您请个太医来给他疗伤，应该没有大碍了。小陈，你还会解毒？学过一点，正好用上。楼哥，这次你立了大功啊！范大人，万玉公在这里。楼哥，万玉成怎么了？万玉成死于刺客之手。于大人痊愈了，可喜可贺。托你的福，你这地方不大，倒是清静，小门小户，能遮风挡雨便好。小陈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来我麾下给我做事。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欠你一份大人情，但这不是我邀请你的原因。我邀请你是因为你有本事、有心性、有脑子。这样的人窝在天牢里当狱卒是浪费。于大人，小人无心仕途，卷入朝堂之争，实在是无心之举。我只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守着这份差事，修炼武道，研读医毒之术。你若急功近利，我反而看不起你。你这般沉稳，将来必成大器。上次刺客毒杀本官，这是刑部下发的处理结果。万玉义看守牢狱失责，致使刺客潜入甲字号大牢，念其殉职于悍匪之手，不予追究。天牢班头陈官楼巡职期间临危不乱，击杀刺客，救治于兆安有功，有勇有谋，擢升任御医，担任甲字号大牢御医一职。父亲当年的位置，如今终于到我手里了。这是范玉成报上去的，孙道宁也点了头。
你救了我，我欠你人情。但这份任命是你自己挣来的，刺客是你杀的，本官的毒也是你解的，刑部那边查过，没有异议。这份处理结果，你可还满意？于大人，我听说万玉丽在刑部打点过了。此事孙大人已经在刑部内部严查了，把庇护万玉丽的人全部揪了出来。你不用担心担任玉丽之后会有人找你麻烦。劳烦于大人替我向孙大人道谢了。你放心，稷下血供一脉在刑部还有几分薄面，你的事就是本官的事。多谢于大人。小陈，你无心朝堂，我不强求，但你记住，日后若遇到难处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朝堂之中若有人想找你麻烦，我自会出面。于大人有心了。哈哈哈！我走了，陛下气消了，准我官复原职，我也该再入朝堂搅弄一下风云了。父亲的仇报了，于大人也欠了我一份人情。他身居高位，短时间内可保我不被卷入朝堂之争。我只需要安心苟在天牢，修炼各路武道，只要活着，众将无敌。